放心，我要是真上去了，一定会想办法打开通道，日后随意就能回到地球。所以，我们以后大概率还会见面，没必要弄得永别一样。自从融合了地球元晶，跟地球产生了无法分割的联系，要真能成功飞升，必然也能寻找到回来的办法。老大，我是真舍不得你，没有你这种威武霸气、光辉照耀的榜样在我的面前，我日后必然会失去前进的方向。还有别的人要说话，你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方大哥，我会尽快突破到渡劫期巅峰上去找你。你肯定可以做到。宇哥哥，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肯定会想办法回来的。在此期间，你可以一直待在大宅里，藏经楼内的所有秘籍你都可以看，但最好找适合自己的修炼功法，不要胡乱修炼。记住，修炼意图欲速则不达，千万不要心急。以你的天赋，在如今灵气复苏的时代，想要飞升绝不是难事。宇哥哥，我记住了，你要等我，我一定会上去的。我当然相信你。好了，诸位，我们有缘再见。当然，说不准待会就再见面了，毕竟我这个想法未必能成功。天机老头，你应该没胆子耍花招了吧？不，我绝对不会。那就好，开始吧。你待会尽量把身上的气息掩盖。没问题。如果被位面法则发现就完了，他大爷的，我可不想再进去那个黑洞里面了，那种感觉真的生不如死啊，还不如拼一拼运气。宇哥哥，一切都要小心啊。看来已经离开地球了。上次通过西北地区的传送法阵尝试离开过地球，但却被强行拽了回去。不知道这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跟过来干什么？这次就没有带任何身外物，想着让他守卫大宅，应对一些无法预测的灾祸。你以为擅自跟来就有用了吗？我现在也能把你扔回去。万万不可！此时将他扔出去会破坏整条通道，我们两人都会被抛到外面的虚空。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我降临的时候，以地球上的时间来计算，大概花费了2天2夜的时间，但飞升上去要花费多少时间，我就不清楚了。但我认为时间会更长。那么通过最后一个关卡，也就是被位面法则监察的那一关，大概会在哪个时间点？最后的1/3，通过之后，再往上飞升1/3，就能真正到达上位面。2天2夜，原来飞升要这么久，我还以为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个时间只是对于在通道内的我们而言，在外界还真是一瞬间的事情。天穹圣戟、天道剑、离火玉、极寒之泪和龙凤本源都还在，但是天道剑的本体还在赵子楠的体内。虽然当初验证过天道剑可以穿过一切的空间壁垒到达我的手中，不知道跨位面之后能不能拿出来，倒是试试。不过也不是啥大事，毕竟我的拳头才是最硬的。外界好像已经过了1天1夜了，出去看看。好像最后一道关卡快到了，可恶！希望不会被发现吧，不然我这手持传送石的人一定会被牵连，被位面规则瞬间抹杀。别紧张，我说了，我会尽量保住你的。妈的，能保住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想保住我？哎呀，我这倒霉催的。是，那就多谢方大人了。哦，这是到了吗？这次你会怎么选择呢？位面法则注意到我们了，他把我们拦截住了。完了，本就从上位面偷偷降临下来，如今又带着方宇飞升上去，这一定是死罪啊！这位面法则一幕，我必死无疑啊！怎么办啊？你最好放我走，否则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解决。难道位面法则真的不想让我离开这里？我之前的推断是错误的吗？灵儿，怎么是你？好久不见啊！灵儿，不管你现在被谁控制，你身上的气息都跟我一样。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是存在某种联系的。既然你都到这里等我了，我们不妨再往上一点，反正这里距离上位面不远。到了上位面之后，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怎么样？你想动手？哪怕你的实力达到跟当初的我一模一样，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因为在那之后，我又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你才10岁左右，怎么就这么叛逆了？这样可不好。我得把你带走，不能让你再跑了。你身上的情况绝对不正常。方宇，是你吗？好吧，你现在还学会了骗人，必须得管教管教你，否则你真的要无法无天了。哼。
又被带走了吗？你不会真的想阻拦我吧？奇怪，这道射线并不蕴含任何能量，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啊！至高无上的法则大人，我罪不至此，我不能去死文星。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记得天机道人最后的哭喊说了死文星，难道这个地方就是？恭喜你，总算是成功飞升了。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在上位面了？是的，只不过在放你离开之前，位面法则也许还是气不过，给你下了个绊子。下绊子？那道射线其实是他在给你打捞业，所以你来到上位面的那一刻起，就被当成了8级囚犯，直接被送到死轮星了。死轮星是个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一座大牢，专门用来关押6级以上的囚犯。6级以上的囚犯，之前那个和尚似乎也是被当成了囚犯，才会被流放到下位面。那个光头的级别最多4级，否则不可能让他这么舒服的流放下去。关在这个死轮星里，比流放还要严重吗？那是当然，被流放到下位面，最多也就算是被剥夺身份，自由还是有的；而被锁进死轮星，那就是失去一辈子的自由，再也没法逃出去。你自己想想，哪种结果更差？该死的位面法则，我迟早暴揍他一顿。在此之前，你还是想办法离开这里吧。我可得告诉你，这个地方非常可怕，绝不像你认知中的牢狱那般容易逃脱。这位面法则没有阻拦我，确实让我来到了上位面，看来果然跟圣院意志背后的存在有联系。对了，是空兽呢？去哪了？算了，先想办法离开这个牢笼。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这样去尝试，不然捆在你身上和牢笼的锁链会不断增加。这就是死轮星内的无限轮回法则，它能成为这个位面臭名昭著的大牢，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的意思是我只能一次性把它挣脱？最好如此，过多的尝试只会让捆向你的锁链越来越多。我得告诉你，锁链的堆叠可是无限制的，万一超出你的力量临界值，你恐怕永远都没法逃出去了。既然如此，刚才这一下竟然都没有办法将牢笼轰破，那就再来一掌。越狱倒也没想象中的难，但问题是要怎么离开死轮星？你知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当然不知道。你知道这么多关于死轮星的信息，怎么就不知道怎么出去？我说的都是一些零散存在于我记忆中的信息，你要问我具体的，我确实答不上来，不管你信不信。好吧，现在的选择只有2个，要么就先找到天机道人，把他救出来，之后就可以轻松找到方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直接走，但是我从来没有来过上位面，相当于摸黑过河，毫无方向感，还是先找到天机道人吧。大道之眼开。怪不得被锁在这里的生灵全都一副死相，不仅牢笼内才是牢笼，整个死轮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啊！你这么找，很可能找个10年都找不到。你知道死轮星内有多少牢笼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具体数字必然相当夸张，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不知多少年月了。那是空兽，不会也被关在某个牢笼内吧？但是好像是空兽的身上是没有被留下囚犯烙印的。算了，看来是没办法找到天机道人，还是不浪费时间了。丢，都跑了1个时辰了，都没有尽头，看来得想别的办法了。如果动用传送术法的话，只能在现有的空间之内进行传送，至于其他地方没有定位，根本没法传送过去。算了，边走边找吧。这是在向我发出求救吗？过去瞅瞅。目前的情况是想要靠自己逃出这死轮星难度极高，如果把面前这个牢笼内的男人救出来，说不定能够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多谢救命之恩，多谢道友出手相救，不知道友大名。我叫方长生。在下陈前安，方道友，你竟然能以一拳之威轰破牢笼，真是……你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知道，但不确定是否为真。怎么说？死轮星臭名远扬，传闻只要进入其中，虽然不会被直接抹杀，却生不如死，永世不得翻身。这个我知道，我只想知道怎么离开这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多年前，我遇到过一位老道，他自称进入过死轮星，并且成功脱逃。当时在场没有人相信，我也只是当听个笑话。只是没想到，有一天我真的也被送到了死轮星。老道怎么说的？老道说，死轮星的出口在最底部，必须想办法探到最底部，才有机会找到通往外面的出口。最底部找到出口就能直接出去了吗？
等老道说，在穿过出口的时候，他还遭遇了死轮星意志的阻截，但他实力过硬，压制了这道意志，成功脱逃。我之所以不确定这件事是否为真，就是这位老道当时说话的语气太夸张了，感觉更像是吹嘘。是真是假，下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就是出口吗？我也不清楚，那个老道当时没提起过死轮星内有这么一片海域，但这里跟其他地方都不相同，确实有可能就是出口。那个老道所说的最底部，难道是在海域的最底部？有可能，但是这黑海所散发出来的血煞之气也太浓郁了，我们真的要从这里下去吗？随你选择，要么就继续留在这里，要么就沉下去找出口。不是吧，这么果断，也只能下去了。走吧，海底可不止我们两个，还有不少活物或者是死物。前面就是一个漩涡，船过去可能就能离开死轮星了。这就是死轮星的意志所幻化的吗？应该不是吧？吵死人了！走吧。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死轮星的审判之地。审判之地，你之前怎么没提起过？你之前没来过吗？你在进入牢笼之前，难道没有经过审判？没有。怎么可能？那你是怎么进来的？在进入牢笼之前，审判之地是必经之地。先别管其他的，上面坐着的是谁？高座上的就是审判之地的审判官，每一个被送进死轮星的囚犯都由他决定牢笼的强度和囚禁的时间。哦，原来还有刑期，那也还好啊。为何都说没法逃离死轮星？被送入死轮星的囚犯，最低刑期都不会低于5000年，在牢笼内无法修炼，只能眼看着生命之力慢慢耗尽，所以死轮星才会臭名昭著。那尔等真当我不存在吗？那个老道果然在吹牛，什么最底部就是出口，结果把我们送来了审判之地，狗屁！镜面，霸天斩，区一个囚犯也敢不跪？别白费力气了，我不会跪下的。陈且安6级囚犯来自大天辰星，我记得你。方宇8级囚犯来自8级囚犯，原来方宇是8级囚犯，怪不得方宇之前没来过审判之地，因为这种等级的囚犯身上的烙印会被位面法则所察觉，直接送到死轮星的牢笼之内，无需再经过审判官的裁决。到底犯了多大的罪才会成为8级囚犯？你从下位面而来？是的。下位面的8级囚犯，在下位面而言，这可是最高等级的罪名了。你犯了什么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跟下位面的位面法则干了一架，因此得罪了他。老兄，不是我说，你这吹的比那个老道还夸张啊！跟位面法则干架，你怎么可能还有命跑来上位面？你来自下位面的地球？是，原来地球这么有名吗？轻易就能挣脱死轮星意志给你设下的牢笼，还能抵御我的2次攻击，你确实不简单。是牢笼不够结实，还有你的攻击不够强大罢了。我现在把你送回去，死轮星意志会给你设下比之前强10倍以上的牢笼。我建议你还是别把我送回去，否则我会让你们死轮星大乱。这位从下位面跑来的老兄胆子也太大了吧！吹嘘也就算了，竟然真敢威胁审判官。这审判官可是与死轮星意志平起平坐的存在，在死轮星这个地方得罪了审判官，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大乱，你想怎么做？我会像释放陈前安一样，释放数万个囚犯出来，数万不够，那就放10几万、几10万出来。我要是把你送回去，你连自己身上的锁链都未必能够挣脱，还想着释放别的囚犯，你现在所说的话只会让锁住你的牢笼不断加强。你可以试试把我送回去，我不把你们死轮星弄得崩溃。我名字倒过来念。这真的也太猛了吧！很好，很好，我可以把你放走，但我需要你为我寻找一件物品。
我想走就走，为何需要帮你找东西？我现在放你出去，你一样不好过。你身上被留下8级囚犯的烙印，而如果你离开这里，我还会在你身上再留下一个逃犯的烙印。从今往后，不仅死轮星，整个位面的其他大佬同样会追捕你。你去到任何地方都会被通缉，易容也没用。也许你的实力确实强大，但必然不得安宁。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不仅放你离开，还可以帮助你抹去身上的烙印。你先说说你要找什么东西？我要你帮我找类似的碎片，这东西分散在位面的各处，哪里都有可能发现。整个位面这么大，我上哪给你找？放心，我不设时间限制，哪怕你1000年之后才找到也没关系。既然这么难找，应该是好东西吧？我就算找到，大概率会把它独吞。我只是让你找这样的碎片，可没让你把它交给我。等你找到的时候，只需要通知我一声，你是在哪里找到的便可。哦，这样的要求还真是少见，让我找到碎片，却又不用交给他，只需要告知在何处找到碎片。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你只需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你放走，还能清除你身上的囚犯烙印。你要如何选择？可以，我答应你，要是之后找到类似的碎片，我就通知你一声。你要联系我时，只需掐碎这块玉便可。我还有一个要求。说。有个叫做天机道人的老头，应该跟我在同一时间被送进死轮星的牢笼内，但我找不到他了，你把他也放了吧。天机道人跟你一同前来？对，我们2人应该在同一时刻或者相差无几的时间点被送到死轮星。邦宇，恭喜你啊，天机老头，你重获自由了。应该没有别的要求了吧？把他也放了。没问题。那就没有别的要求了，把我们身上的烙印清除，送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你们3人身上的囚犯烙印都已清除，终于可以离开这暗无天日的死轮星了。记住我要找的东西，方宇。若找到却不通知我，我会用我能用的一切手段给你制造极大的麻烦。放心，我既然答应了，我当然会做到。当然，只给我看了一眼碎片的外形，我找不找得到还得另说。我说了，时间不限。我现在就送你们离开死轮星，你们想要去往何处？天机老头，你宗门所在的位置在哪？大天辰星。大天辰星，那就正好了，跟他一样，把我们传送到大天辰星吧。人族祖星的修士，8级囚犯，有趣。这审判官下手就不能轻点吗？没想到这么轻松就从死轮星出来，并且还清除掉了身上的囚犯烙印，还以为事情不会这么顺利。不过那个审判官的要求，现在仔细回想还是觉得很诡异。不管了，既然已经从死轮星出来，也没必要再想其他事情。至于那块碎片，随缘吧。方宇老兄，你是我的恩人，大恩人啊！想要报恩的话，就给我介绍一下大天辰星的情况吧。大天辰星是整个位面的中心星域，相当之大。我这一生虽然频繁走动，却也没有走到大天辰星的1/4。恩人让我介绍大天辰星的情况，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从何谈起。是这样啊，那我来问你来答。行，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如实回答。刚才你也知道了，我是从下位面上来的。我们下位面有一个说法，那就是飞升到上位面的统称为仙，而上位面也被我们统称为仙界。这个说法正确吗？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地球上的说法，上位面的存在确实都可以称之为仙人，但上位面其实并不是仙界，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仙人，真正的仙仍然高高在上。你们都不算仙人吗？自然不算。地球上关于仙界和仙的说法太过笼统，认为飞升上面就到达仙界，就能成为仙人，这是很局限的看法。这样吗？那怎样才能成为真仙？修炼到仙境便能成为真仙。就我所知，目前整个大天辰星，真仙不过一手之数。那你们都在什么境界？我的天赋不高，目前仍处于天级4境第1境。你呢？我也在天级4境，但我在第3境。天级4境上面是什么？天级4境上面便是物化境，里面只有3个小境界，物化境之上还有一个小境界，名为脱凡境，再往上便是登仙境，到达登仙境后变成真仙。恩人的实力如此强大，恐怕已到物化境了吧？不，我是炼气期。炼气期，我好像听说过，这是？没错，就是最基础的境界。哈哈，果然越强的人越喜欢开玩笑。8级囚犯，而且能够轻松挣脱牢笼，敢与审判官正面叫板，实力必然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只不过这么一位强者，竟然刚从下位面上来，下位面怎么可能容纳这样的差距？恩人，我想问一下，你真的是刚从下位面而来的人族修士吗？是。那可太好了，我也是人族，我们真是有缘分呐。
还有文人，你真的得罪了下位面的位面意志吗？对，位面法则，无论是下位面还是如今所在的位面，对于一个生灵而言，那都是高高在上，只能仰望而不可触及的存在。可眼前的方宇竟然能与位面法则交手，并且还活了下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且一个刚从下位面上来的人族修士，竟然就能跟死轮星的审判官谈条件。这件事要是传到大天辰星上，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死轮星距离大天辰星还挺远的吧？是的，据说死轮星位于这个位面最边缘的位置，而大天辰星则在中心位置，双方距离确实极远，所以大多数人才会觉得，一旦被锁进死轮星，基本上就再也回不来了。哪怕能逃出死轮星，也很难回到自己原先所在的地方。幸好方宇并没有忘记承诺，把我救了出来，不然真的就要在死轮星生生熬死了。这就是师傅他们到达的上位面吗？天地间灵气浓郁，与灵气复苏后的地球相当，下方的草原还有诸多其他方面的细节，似乎都和地球上的相差不是很大。这片草原是我们被传送到了哪里？希望在人族界域内。这片草原不像是人族界域内的草原。你的意思是，审判官可能把我们传送到其他大族的界域内？界域。大天辰星的情况与地球不同，光是人族界域的范围就比3个地球还要大，而人族界域相比起其他大族的界域又小得可怜，也许只占大天辰星全区域的1/15不到。我们现在很可能被传送到了其他大族的界域，尤其有可能被传送到界域范围最大的那几大族的界域内。那又如何？那些大族基本都仇视人族，我们3个出现在这里，就像羔羊入狼穴。我记得你好像不是人族吧？的确，我不算人族，我属于红河族。红河族那不也算是人族的小分支之一吗？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红河族早就分离出去，如今衰败的人族根本比不上红河族。红河族界域范围与人族相当，甚至更胜一筹。嗨，那些大族可不管你红河族有没有分离出人族，只要你们外形跟人族无异，就当做人族对付。你在我面前撇清与人族的关系，可没有作用。不好，差点忘记方宇来自人族祖星，并且融合了地球元晶这件事了。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还好。文人，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没那么糟糕，这里有可能是某个中立大族的界域，甚至可能就在某个伪人族界域内。如果跟我想的一样的话，我们处境就很安全的。伪人族又是什么？就跟这位老兄所属的红河族类似，那些本来属于人族分支，之后又因为人族衰弱而主动分离出去的族群，我们统称为伪人族。说起来，大天辰星内伪人族还不少，要是把所有伪人族散进来，人族界域怎么也能占大天辰星的1/10。当然，伪人族本身就不承认自己属于人族，确实也没办法散进来。既然这么多大族仇视人族，为什么他们不联手把人族灭了？他们当然想啊，可是不敢啊。我们人族现在虽然衰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3大界尊坐镇，那些大族哪里敢动手？据我所知，那些大族迟迟不敢动手，畏惧的可不是所谓的3大界尊，震慑他们的应该是那座传说之中的雕像吧。你一个伪人族，倒也挺了解人族的情况嘛。那座雕像是什么？文人，有关那座雕像，我这种级别的人可没法谈，那是传说中的存在，没人知道雕像是什么，在哪里，也许只有3大界尊才知道。实际上，连是否存在都没人知道。要是不存在，那些大族倒是赶紧向人族发起进攻了。他们没动手，说明他们相信雕像的存在。往前走吧，先确认我们身处什么位置。文人，我越来越感觉，我们真的有可能落入某个仇视人族的大族界域内了。连一只生灵都还没看到，别这么快下定论。怎么了？这好像是石鼓王的城池，我们目前应该在暗影大族的界域。石鼓王是什么？石鼓王是暗影大族内的一位王尊级强者，前方那座城池的城门上的头像，象征的就是石鼓王。石鼓王就在里面吗？不，石鼓王应该待在他的主城里，这座城池应该不是主城。那怕个锤子哦！暗影大族的界域距离人族界域有多远？很远，中间隔了好几个大族界域。有没有迅速返回人族界域的办法？如果是中立界域还好，可暗影大族恰好是最仇视人族的大族之一，我们没法通过界域之间的传送大阵来返回人族界域，只能就这么飞回去。就算速度再快，需要多长时间也难以想象。既然如此，那就进这座城池看看吧。文人，这可是石鼓王的城池，我们3个人族跑进去，恐怕没事，我们可以伪装。
既然没法快速回到人族界域，那不妨就在这所谓的暗影大族的界域内逛一逛，看看上位面跟下位面的区别到底在哪。而且在到达上位面，尤其在离开死轮星，到达大天辰星后，我身上的限制感觉又解除了相当一部分。虽然境界仍跟原来一样，仍属于炼气期，但能够展现出来的实力，只会比当初面对圣院引路人时更强。要是被发现、被追杀，那就干一架，正好试试手，看看到达上位面后的自己实力到了何种程度。下去吧。原来暗影大族生灵的外形跟人类基本相似，只是气息有所不同。我模拟一下他们的气息，覆盖到我们身上即可。搞定。真不知道方宇为什么要找这种刺激，要是被辨认出来，很可能是整个城池的追杀。靠，方宇是认人，又没法选择独自离开，算了，死就死吧，痛痛快快的死，总好过被锁在死轮星。走吧，我们过去试试。站住！这位军爷有啥吩咐吗？你们三个从何而来？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进城？我们从隔壁城池过来，想要找朋友叙叙旧。找朋友叙旧吗？进去吧。好嘞，多谢守卫大哥。语言相通，外形与人族差距不大，也具备智商。这暗影大族感觉真的跟人族没什么区别。这里的生活气息很浓郁啊。看来这上位面的生灵也不全是渡劫期巅峰以上的大能，拥有修为的生灵占大多数，只有少部分气息微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修为。拥有修为的暗影族人气息大多不弱，具体境界不知，但总体上远比地球上的那些元婴期和化神期修士要强很多。走吧，我们再往前瞅瞅。哦，前面发生了什么？感觉还挺热闹的，去看看。接下来我会让这对人畜表演各位最喜欢的节目。这头鸣虫完全听从我的号令，两只人畜必须当着鸣虫的面交合，否则鸣虫就会把它们撕碎。不想死就交合，快啊！交合，交合啊！手脚麻利点，都等到花儿谢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这个男畜已经被吓到没法交合了。这群该死的杂碎！看来今天这个男畜不太行啊，我这就让鸣虫把它撕碎。怎么会是老板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请大人们放我一条生路。不用害怕，我们跟你们一样，来自人族。你们，请大人解救我们！请大人解救我们！我们可以给你们覆盖上暗影族人的气息，掩盖掉人族的气息，你们可以趁机离开这座城池。这道气息真的能骗过城门的那些守卫吗？暗影族人可是很轻易就能辨别出人族的不同之处。放心吧，我们刚才就是这么进城的，待会你们只要稍加易容打扮一下，很容易过去的，守卫是看不出来的。外面情况如何？乱作一团了，有不少暗影族人跑去请这座城的战兵队过来，之后整座城可能都会严查，你不应该出手救他们。严查不是大问题，随时可以出去。你以为我们人族跟你们红河族一样冷血，见到同族出手相救，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不属于人族呢？他们就算是伪人族，也曾经属于人族。你这么认为，他们可不这么认为。我刚才打听到，这对男女来自天河族。天河族是什么族？天河族，也就是他口中的伪人族之一，曾经算是人族的分支。那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天河族仇恨人族，很早之前，天河族就自认并入暗影大族，成为暗影大族的附属族群。而这对男女曾经就是石鼓王手下的两个探子，专门用来刺探人族界域的情况。至于他们为何落到如此境地，是因为他们上一次的任务失败得到的惩罚。就我推测，他们两人在作为石鼓王的探子期间，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族修士，没有100，至少也有几十个了。刚才你们应该都看到了，他们的额头上有一道红色的印记，那道印记代表着他们属于石鼓王的麾下。
大人，我们知道错了，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其实刚才救下这对男女的人是陈前安，既然人是陈前安救出来的，现在要如何处置，看他怎么处理吧。我得提醒你，你要是放走他们，待会他们两人90%会告发我们3人的情况，以此洗脱他们身上的罪名。因此，我觉得这件事不需要考虑。你可以闭嘴吗？大人，我们一定不会暴露你们的行踪，一定不会，请你放我们一马。我们之前确实做错了，但我们以后会改。恩人，我对这些探子有死仇，还请你无妨。人族之所以慢慢走向衰败，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不够团结，有太多宁愿当狗而不当人的败类。先离开这里吧，血腥的气味很容易引来暗影族人。走。这座城的战兵队来了。糟了，他们估计是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我们得离开这里。现在转身走只会显得更加可疑，还是站在这里等他们过来吧。没事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巷子里的尸体还没处理。没关系。你们3个站住，我们也没动啊。你进去巷子里面看看。队长，这2只人畜应当刚死不久，地上的血液还是热的。这2只人畜就是先前在铁笼子里的那2个。解释一下吧，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闻到血腥气味才过来查看情况。可我看到你们是在这里停留了很久，刚好巷子里就找到了尸体。对啊，我们进去看到这2具尸体，就赶紧跑出来，正想跟你们战兵队报告，你们就过来了。你们知道舞台那边发生什么了吗？不知道。把他们3个带走，让大统领亲自审问。我们没犯罪啊，为什么要审问我们？我觉得你们有问题，这件事发生的太过蹊跷，你们必须配合调查。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不相信也没办法。这小子是怎么回事？这可是战兵队啊，由城主亲自指挥的队伍。一介平民，战兵队哪怕要求他去吃屎，也得立即照做。现在只想带他过去审问一番，竟然也这么多话说。这要是激怒了战兵队，绝对没他好果子吃。你这是要违抗我的命令？我只是想跟你讲道理。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讲道理？哎，看来无论是上位面还是下位面，都有这种人。队长，请问我可以走了吗？可以，你们走。队长，他们与这件事无关，把尸体带上回去吧。走吧。什么鬼？就这样结束了？哎，散场，没热闹看喽。恩人，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术法？为何能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让那个战兵队长态度转变？不是什么复杂的术法，但很难解释给你听。方宇，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当然是想办法回到人族界域。既然想要回到人族界域，那在这座城里面闲逛有何意义？我想看看能不能买到地图，首先得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然后才好找到返回人族界域的路。地图吗？就算有，恐怕也只是附近一片区域的地图。大天辰星实在太大了，而且大族之间一般都存在竞争，相互之间有极厚的壁垒，没有人能绘制出完整的地图。关于界域的信息都是从各种传言中慢慢摸索而来。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慢慢摸索出完整的地图，就从一张区域地图开始。走吧，先找找看。恩人，我们都问了几10家店铺，皆没有地图售卖。我看这座城里是没有地图这种东西。要是把大眼灯带上来，现在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让大眼灯去探路，我只需要在城里找个地方坐下来，默默地观察大眼灯所探查到的情况就行。果然，工具都是在需要用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继续往前看看吧。这座城里的人倒挺有娱乐精神，娱乐项目不少啊。先前才看到所谓的人畜表演，现在又来拳击赛。恩人，这好像不是拳击赛，你看这高台周边还有战兵围着呢。我上前问问。这位兄台，问一下这里在进行什么比赛？你不是本城人吧？这都不知道，这是城主的女儿在招亲。比武招亲？是啊，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去前面报名，但你这小身板上台可能会被打死。我就是打听打听。看来这城主女儿应当国色天香，否则他们也不会这么拼命。那是当然，城主大人的女儿就是天仙下凡，美貌惊人。传闻她就喜欢大力士，身材越是壮硕，越能讨得她的欢心。所以，就你这小身板，就别做梦了。快看快看，又来了！比武招亲，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城主女婿这个身份本确实诱人，只不过这城主女儿的口味还挺重，只喜欢身材健壮的对象。其实有个地方一定会有地图，或者说有个人的手里肯定会有地图。谁？这座城的城主。
废话，可你要怎么接近城主？你的意思是，如果能通过比武招亲，就能接近城主，然后得到地图。你得想清楚，我们可不是真正的暗影族人，如此高调行事，甚至接近城主，很可能暴露。暴露也无妨，得到地图我们就可以直接离开这里。城里也许有天级境以上的强者，但我们要走，他们也没法拦住我们。不错的想法，计划只能由你来执行了。我和他的形象都不符合，太过苍老。恩人，我愿意代替你前去，只需要再加深伪装便可。不必了，加深伪装之后被认出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让我去吧。你确定要参加？我可得告诉你，上台之后生死有命。确定。真是不自量力，你就祈祷不要遇到太强的对手吧。我跟你说说比武的规则吧，败者直接扔下比武台，胜者则继续站在比武台上，等待下一名对手上台，懂了吗？懂了。其实就是无限车轮战，谁能站到最后，谁就能成为最终的赢家。不过这样的赛制存在明显的漏洞，那就是越晚上台越占优势。那你过去那边排队等候吧。看来这个东奇应该就是城主的女婿了，已经连续胜了6场，太强了。下一名参赛者上台。不是吧，这个小子身材如此单薄，这是上去找死吗？下去吧，珍惜生命。别上了，太搞笑了！城主女儿不是你这种弱者能够觊觎的，东奇把他打死。听到没有？那些群众的呼声，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要是想活命就自己下去。没想到来到上位面后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参加比武招亲这样的活动。你就当我不想活了吧。好，既然如此，去死吧！啊，没意思。就这么被击败了，这是演出来的吧？快看，城主的女儿诺小姐来了。诺小姐说，比武继续。别浪费时间了，剩下的参赛者一起上吧。这小子说什么？竟然想要一次性挑战剩下所有的参赛者，那里可还站着超过30名壮汉。这是看到城主女儿来了，想要好好表现一番，可这也太狂妄了吧！快点吧，节省时间，对大家都好。是，小姐，我明白了。小姐说，就按她说的做。哎呦，不错哦。这样效率太慢了，送你们一掌吧，霸天掌。真是无聊至极。好的，小姐，台上的小子，诺小姐让你过来。进去吧，诺小姐要跟你谈话。成了，本就不是难事。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等恩人？在城主府旁边找个客栈吧，应该不用等太长的时间。公子展现出来的实力，真是让小女大为震惊，心肝为之颤动。敢问公子大名？在下东小强。东小强，公子名字真不错。在下也很好奇小姐的全名，不知。小女诺灵。诺灵，名字很好听。多谢夸赞。诺灵小姐，不知在下有没有机会看一看你的真实容貌？小女对公子甚是满意，公子若想目睹我容颜，小女自然愿意。这还请公子别直视小女。反差实在太大，有点接受不来。诺灵小姐真是貌美如花，沉鱼落雁，在下失态了。不过在下听闻诺灵小姐比较喜欢身材健硕的对象，在下身材略显单薄，为何？那是谣传，小女只是喜欢力量强大的对象，从未要求过身材。公子这种身材却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真是让小女喜欢至极。诺灵小姐，在下对你也是爱慕万分。那就好，以后你就一直陪我吧，我会好好对你的。是，那就多谢诺灵小姐了。那我先带你回城主府吧。对了，小强，我听说你并非本城人，你从哪座城来？我从隔壁城来。哦，隔壁城嘛，晚上我就带你去见我的父亲。现在你先跟我回我的屋子，我们玩点好玩的游戏。带他去沐浴更衣。好的，小姐。小强，你沐浴好之后，他们会带你到我的房间等我，我很快就过来，别急哦。好的。公子这边请。公子到了。
你们家小姐经常带人回来吧？请下水沐浴吧，公子。沐浴个屁！既然暂时没机会问出地图在哪，那我释放神识试试，看看能不能寻找出地图所在。怎么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是感觉到了什么吗？走吧，可能是幻觉。这些守卫的感知能力竟如此敏锐，现在还不能引起太大的动乱。反正已经潜入到城主府内，找到地图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被发现能一路杀出去，但是能动脑子解决的事情，尽量不要动手。我把他叫醒吧。奇怪了，我怎么晕倒了？咦，公子您沐浴好了？是的。那我这就带您去小姐的闺房。这片区域就是小姐的闺房，公子请进。古古怪怪的，进去瞧瞧。棺材、灵位牌、骨灰盒。快走啊！洛灵是个疯子，他会打你。原来是这样，这一套玩的还挺溜的。奇怪了，人跑去哪了？算了，我在这里等等吧。诺灵小姐，你来了。小强，让你久等了，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当然准备好了。小强，你还真是……怎么了？你还真是不知羞耻，为了得到荣华富贵，竟然连我这副模样都能忍受。诺灵小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我是通过比武招亲来的，又是你亲自让我上车跟你回家的。我那是为了早父亲一步才……哦，原来是扭曲自身的骨骼和面容，难怪看不出易容了。你想干嘛？别碰我！别慌张，我不想碰你，也不会碰你。你故意易容成丑样，又在自己的屋里弄个摆放棺材灵牌的房间，就是为了吓走我吧？你这个办法之前应该成功率很高。完了，这下完蛋了！本来父亲设立的比武招亲，就是为了让我嫁给一名力量强悍的大力士。之前那些吓人的招式都是百试百灵的，没想到碰到这个奇葩，竟然将我的戏码都看穿了。你哭什么？我什么都还没说呢。我告诉你，我宁愿死，也不会跟你成婚的。我不喜欢你。我不会跟你成婚，我也不喜欢你。那你想干什么？你只需要帮我拿到一件物品，我就会主动离去，之后再也不见。你要什么？地图，我需要一幅地图，范围越大越好。地图？你要这种东西做什么？你别管我要来做什么，帮我取来就行了。你们城主府这么大，别告诉我连地图都没有。我父亲的书房里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具体放在哪里。那你赶紧去找吧，我就在这里等你。要是没法拿到地图，那你可别怪我。我现在就去找，你就在这里坐着，千万不要到处乱跑。行，我就在这里睡一会觉。哼！不就是找个东西吗？怎么累成这样？父亲的书房太大了，我不知道地图放在哪里，找也找不到。很快就要到父亲回来的时间了，你先行离开城主府，之后我再问父亲地图在哪，得手之后我再把地图交给你，行吗？这样啊。我求求你了，我以性命发誓，绝对不会欺骗你，一定会把地图交到你的手中。好吧，我可以相信你，但你要是没有完成你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拿到地图。我先带你出去。走吧。父亲。灵儿，这位就是今日的胜者吧？父亲，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我听闻今日的胜者以一己之力轻松击败数十名对手，便迅速回府。在你将其赶走之前，见他一面，你再报名处未留名字。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东小强。东小强，走进去坐一坐，我要跟你谈一谈。走吧，既来之则安之。灵儿，你先前动用各种怪招，赶走很多胜者，你知道我为何没有出言阻止吗？因为那些胜者要么被你区一些小手段就吓得失魂落魄，亦或是以貌取人，自然无法入我法眼。如此品德低劣的胜者，就算你不赶走他们，我也会下令驱逐他们离开。今日我之所以提前赶回来，就是听闻今日的胜者展现出来的实力比起之前那些胜者更加强大。另外，他似乎也没有因为你先前伪装出来的丑陋容貌而离去，也并没有被你设置的房间吓退，因此我便想亲自与他见一面。
情况好像不太对劲。钟小强，你并非本城人，家乡在何处？我的家乡说出来，城主大人也未必知道，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呵呵，英雄不问出路。我年轻之时也曾一文不值，默默无名。你娶了灵儿之后，我便让你在我的亲卫队内担当侍卫。你从这里开始，最终能爬多高，就看你的本事。城主大人，我觉得婚事不用太过着急。怎么，你不喜欢灵儿？又或者你对我有意见？当然不是这些原因，只是灵儿未必喜欢我。成婚毕竟是人生大事，我觉得看灵儿怎么想。这是何意？在我们暗影大族，婚姻之事从来都由父亲决定。灵儿可以有她的想法，但不重要。今晚我便会让梅玲前来定下成婚之日，在此之前，你便在府中住下吧。这城主还真是强势，一场婚事就这么3言2语决定了。你在哭什么？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目的？你现在就去帮我弄来地图，拿到地图我立即就走。你保证拿到地图之后就会立即离开？当然，我保证，地图到手，我马上就走，就是你爹也拦不住我。好，我现在去问我父亲要地图，你就在外面的院子等我，我很快回来。这就是上位面，跟地球上也没多大的区别。原以为上位面就是仙界，到处都漂浮着仙气，绽放着仙光，可目前看来，这种场景并不存在。对了，当初的半灵界不就是道空在圣院内修炼时，一睹仙界之容后才仿造出来的吗？那里的场景倒是跟传说中描绘的仙界相似。如果这么想的话，当初道空所看到的其实就是真实存在的仙界，并非只是上位面。那么仙界到底在哪里？它会存在于大天神星上吗？或者说是否存在于这个位面？如果说仙界是比上位面更难接触到的地方，却让道空在圣院内见到了，那么就更能印证圣院意志背后存在的高高在上以及深不可测了。圣院意志的背后到底是什么？看来跟风老头说的一样，非常奇异的起点。我拿到了。这行字代表什么？暗影大族西部界域图示，你不识字？是的，家里穷，没读过书。好了，你完成了任务，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那就一拍两散。你要怎么出去？地图果然是你要的，看来我得重新审视你的身份了。真是不知死活的混小子，胆敢混入我们城主府！你要是聪明，早该发现了。现在我要走，你怎么拦我？呵，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逃离此地。易如反掌。府中大阵明明起了反应，为何没有拦住他？大人，此人就算要跑，也不可能跑远。我们立即封锁全城，掘地3尺把他挖出来。就照你说的去办，全城通缉此子。另外，把诺灵也给我押进地牢。你们是要违抗我的命令吗？帮助外人来窃取机密，愚蠢！诺灵小姐，跟我们走吧。这城主远没有他想要展现出来的那番有气度，太过自信，被我打脸了，就把怒火发泄到自己女儿身上。恩人，这幅地图上一共只有12座城，应该是范围较小的地图。对，这是暗影大族西部界域的地图。这地图也太简陋了，还有上面这些文字都是暗影大族特有的文字，我们看不懂啊。那就找暗影族人来翻译。你取走地图这件事很快满城皆知，应该没法找人翻译。这样啊，那就找个专人来翻译吧。专人？我去地牢带个人回来。我们真的要把诺灵小姐关进地牢吗？那里毕竟……城主大人亲自下令，谁人敢违抗？诺灵小姐，你也别太担心，你跟那些重犯肯定不同。等城主大人气消了，应该很快就会放你出。小姐不见了，她被带走了。岂有此理！这是完全没把我诺江放在眼里。大人请勿动怒，对方必然来自某个敌营，有备而来，并且拥有多个计划。如今既已封城，要把他们找出来只是时间问题。我不仅要找出他们，我还要亲手当众将他们诛杀，取我宝刀来。诺灵，看来你老爹是知道了，多生气啊！气息跟之前完全不同了。被强行带走也就算了，可这落脚的地方竟然就在城主府对面，距离还不到100米的客栈内。你害死我了！你本来要下地牢，是我把你救出来的，怎么反倒成我害你了？如果不是你让我去拿地图，只是拿副地图而已，是你老爹反应过度了。你别哭了，我担保你没事，我把你带回来，还想让你帮个忙。你帮我翻译一下这上面的所有标记和解释，赶紧吧，不然待会你爹真的找上门了。不行，我害怕。之前伪装成壮汉时，看起来倒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没想到真出了点事情，就害怕成这副模样。
罢了，让他翻译其实作用也不大，这张地图的范围太小了。这张地图怎么说也是暗影大族西部界域的地图，应该还是有点作用吧。虽然我对暗影大族了解不多，但我可以肯定，暗影大族的完整西部绝对不止12城，至少也得翻个10倍吧。一个西部就有120座城，这么说来，这幅地图连暗影大族西部的1/10都没有。是的，可以说毫无价值。只有12座城的简陋地图，连方位我们都很难搞清楚，更别说借这幅地图摸清方向了。那我们要怎么才能离开暗影大族？想个简单快捷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自然也是风险最大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接触到石鼓王。石鼓王作为暗影大族的王尊级强者，手下掌控的城池必然超过50座，他的手中应该会有更为完善的地图。另外，石鼓王这种级别的存在，说不定会知道界域跳点相关的信息。界域跳点实际上就是两大界域之间的传送大阵。一般来说，只有相互交好或是中立的大族之间才会存在跳点。如果能找到跳点，我们至少能得到快速转移的机会，就算没法直接回到人族界域，至少也能到一个离人族界域比较近的界域。听起来不错，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那就直接找石鼓王吧。对了，你口中的王尊级强者具体指的是什么境界？王尊级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境界，而是一个级别或者地位，就像你们人族的大帅、将领之类的称谓。至于石鼓王的具体境界，我并不清楚，但就我的认知而言，大族内的王尊级强者境界绝不会低于人族的天级境，有可能在第4境。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天级4境如果放在地球上，是不是要高于渡劫期？渡劫期之上就是天级4境吗？那你也太小看天级境了。也许在你看来，我和陈前安很弱。的确如此。你确实可以这么看待我们，但正常来说，天级境要比地球所谓的渡劫期巅峰高2个大境界。2个大境界？是的，地球飞升而来的修士，首先还要渡过归异境，再跨过道纲境，才能到天级4境。能够迈入天级境的存在，在大天辰星或者说整个位面都不能算弱者。这么听来，你们2个其实还挺强的。我不算强，但他天级第3境6级囚犯，被锁进死轮星，实力不可能弱。对了，之前一直忘记问陈前安犯了何等罪孽，才会被关进死轮星。文人，快看对面城主府。哟，这是要整装待发了。完了，你们再不跑，全都要死。这个城主从气息来看，实力不错，似乎在道纲境巅峰，接近天级第1境。应该就是道纲境巅峰的水平，不到天级境。正好，我可以上去会会他，让我看看这道纲境到底在什么水平。文人，你真要出手吗？一旦出手，我们可能就会暴露。没办法，靠地图来摸路实在太麻烦了，效率又低，我们还是改变策略，想办法接触到石鼓王吧。方宇，我刚才所说的风险大，其实指的并非石鼓王本尊，而是暗影大族上面更高级别的存在。你一旦选择动石鼓王，那么之后就有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我们可能招来整个暗影大族的通缉。到那时，那些天级第3境、第4境，甚至雾化境的强者可能都会出现，层层递进，到底会引出多可怕的存在，谁也不知道。一个大族的底蕴和实力很难估计，这也是一开始我就认为应该低调行动的原因。管不了这么多，先把这座城控制住，之后若真接触到石鼓王，再想办法控制消息，不让消息在暗影大族内传得太快就好。我先出去了，你们就待在这里，先别露头。我真的只有练习期，但你们真的别惹我。城主大人好，我们又见面了。别发呆了，就是我，东小强。东西对我没用，还给你。不管你是谁，来自何处势力，你今天所作所为，在我这里已是无法宽恕的死罪。你接二连三的行为，都是对我的蔑视，在践踏我的尊严。我要当街杀了你，以此泄愤。别这么生气啊，城主大人，我们之前不是谈的挺好吗？你还想让我当你女婿呢？狗屁东西！我女儿被你带去哪里了？我女儿若损失1根头发，我必灭你全族。看来你倒是挺疼你的女儿，我还以为你跟神海王朝那群没心没肺的家伙一样呢。够了！从气息来看，确实远比地球上那些渡劫期巅峰的修士要强大。这就是道纲境巅峰的水平吗？气息确实非常强大，只不过也就仅此而已。道纲境巅峰就能成为城主，那么天级境的天机道人，还有陈前安，确实算是强者了。而刚刚飞升的怀虚，距离这些人都还挺远。哼，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让你尝尝四肢不听使唤的痛苦。
立即通知将领集结全城战兵，城主大人出事了。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来自于哪里？不好！你求你别杀我父亲！你也太能哭了，之前真没看出来。你若敢伤我女儿分毫，我就算成为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们这里也有厉鬼的说法吗？东小强，别杀我父亲，求你了！你们父女感情挺不错啊，答应我的要求，如实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你们两个都不会有危险。我不会给你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我诺江不怕死，而你胆敢入侵石鼓王麾下的城池，你就是在找死。我今天要是死了，石鼓王手下12大将必然会发动100万兵力，将你和你背后的阵营一同碾碎。不错，但石鼓王在哪里呢？我就想见见他。你还没资格面见石鼓王，你倒是挺硬气。父亲，想好了吗？你做梦。看来这诺江确实足够硬气，既然不愿主动说出，那就动用术法吧。不过眼前的诺江毕竟是远高于渡劫期的道刚境巅峰强者，地球上的摄魂术法对他是否能起作用，只能试一试。你要对我做什么？这文花咒术果然厉害，这么短时间内就能摄魂1名道刚境的强者。告诉我这座城的具体坐标。暗影大族界域西部西元12城之一。我需要具体的坐标。暗影大族界域西部西元12城之一。你知不知道界域跳点在哪？不知道。在这种状态下，诺江的自主意识已经消失，不可能说谎。以暗影大族的界域，区区一座城的城主地位可能确实不算高，他不知道跳点位置也算正常。石鼓王在何处？石鼓王在石鼓主城内。你知道怎么去石鼓主城吗？知道。怎么去？一路往西，到达西冲山脉区，再往北前行，跨过护法城7座，便能到主城。这路途倒也不复杂，可问题是哪里是西冲山脉区？什么叫做护法城？给我画一幅简单的路线图吧。除了直接前往石鼓主城这个方式以外，还有没有能够快速见到石鼓王的办法？石鼓王高高在上，谁也无法轻易与他见面。想要见他，必须提前通报。这样啊，只能按照你的说法，直接去石鼓主城了。还有，你有去过人族界域吗？没有。那你知道人族界域在哪里吗？我只知道人族界域距离我们很远，否则我们暗影大族早已倾巢而出，将其覆灭。你们为何这么痛恨人族？因为人族是世间最邪恶的族群。这是谁告诉你的？从我出生开始，我就知道这一点。那你这群战兵总算是到场了。大胆狂徒，竟敢对城主大人和小姐动手，这是死罪。我又没杀掉他们，这就定死罪。你这是把人往绝路逼啊！可恶，还不赶紧放了城主和小姐！要清除这些战兵倒也不难，可这么做也许会引起很多的连锁反应，制造很多没必要的麻烦。罢了，还是用柔和的手段吧。收起武器，全员退散。城主大人，立即退散，这是我的命令。可这个狂徒，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之后会处理。现在你们立即退散。这是军令，一旦拿出军令，任何命令都得接受，绝不能违抗。我很欣赏钟小强小兄弟，之前发生的事情只是误会，他没有伤害我，我只是在试探这位小兄弟，之后他会成为我的女婿，你们可以退去了。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府中，我俩需要再谈一谈。城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他被控制了？可从他的神态和气息来看，根本没有这种迹象。城主大人，府中守卫力量是否需要？好了，我再说一次，你们立即离去，是不是又要我取出令牌？对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绝不可外传，原先的通缉令也给我取消了，城门照常开放。是。不错。你对我父亲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让他演了一场戏罢了。我父亲怎么可能配合你？对啊，就是因为你父亲不配合，所以我只好强行控制他来演完这出戏。另外，你也别急，这场戏还没结束，至少还得多演个把月吧。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放心吧，我要做的事情应该伤害不到你。这段时间你就待在城主府内，继续过你的小姐生活。至于你父亲身上的异常，等我那边的事情解决后，自然会消除。在此期间，你可别添乱。好了，跟你父亲回府吧，我走了。我真的只有练气期，但你们真的别惹我。天道日。恩人，你要一直控制这个城主吗？
当然，今天发生的事情最好还是别传出去，否则影响我们找到石鼓王。那我们现在就动身吧。对，就按照诺江给的那个路线走。看来这些城内城主的命令大于一切，可以完完全全操控一座城。是的，城主相当于土皇帝，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出城吧。一个王尊级能掌控多少座城？不清楚，但我觉得不会少于50座。那你觉得暗影大族一共有多少座城？这个很难预估，暗影大族的名声挺大，但距离我原先所在的界域太远，所以我对暗影大族所知不多。你呢？恩人，你问我什么？我问你，你犯了什么事才会被判为6级囚犯，又被送到死轮星？恩人，请恕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我保证，日后我会找个时机跟你说明。我倒有个疑惑。什么疑惑？我记得在位面法则阻拦我们飞升到上位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女孩，当时你与她交了手，然后她就消失不见了。你似乎认识那个女孩，能够在那种位面临界点出现，那个女孩的身份必然不简单。确实，之前都没有时间好好思考这件事情的怪异之处，如今天机老头提出来，倒是可以好好捋一捋。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感觉这个女孩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一定程度上跟我相似。是的，非常相似。尤其你们两人都不刻意释放气息的时候，若不是站在一起，很难分辨这是两个人，所以我才会好奇这个女孩的身份。我也不清楚，她身上的情况非常复杂且诡异。是位面法则将他带来见你，还是他自己跑过来见面的？可位面法则为何会无视他？最终他似乎也来到了上位面。总之，这个女孩绝对不一般，我从未听闻有何方存在能够在位面临界点随意出没的。灵儿确实太神秘了，身上似乎存在无数的秘密，无限趋同的血脉、气息，甚至连战斗方式都接近我。简单的说，灵儿就像是我的一个复制品。我只是说一点，大道灵体是独一无二的，谁也无法复制。所以灵儿的情况是？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只是跟你说明大道灵体的情况。算了，后面总会再次见到他的，先处理眼前的事吧。这里应该就是诺江那个路线图上的西冲山脉区，只是为什么会有一座城立在这里？不对劲，赶紧掩盖气息，降到地面。前方那座城是什么情况？这是一座边防城，看来前方的西冲山脉区就算是重点防御的区域了。那我们也没必要落到地面吧？有必要。这座城建在西冲山脉区前，必然建起了一道极长的防线。我们无论从上空飞过，还是从地面冲过，必然都会被发现。要经过这种边防城，必须出示相应的令牌。我没想到这一层诺江画地图的时候也没写出来，还有所谓的边防城存在。现在回去取令牌已经不可能的，直接越线吧。边防城兵力再强，我们也能抵抗。可一旦交战，消息必然会传到西冲山脉区的那些护法城内，到时候可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整个暗影大族的西部界域都会把目光投过来。确实，你刚才说前方的山脉之前有设下一道法阵。是的。那我把法阵解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顺利摸过去了？如果可以解除法阵的话，自然能够通过，只不过暗影大族所来以精通法阵出名。这大道之眼是升级了吗？之前只能看到各种法则所画的线条，而如今的大道之眼却不再充斥着各种线条，而是原先的视野，但视野内所存在的法则还是能够看到，而且这大道之眼似乎真正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就跟我的手脚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我可以运用大道灵体来释放任何能量，化繁为简。这双眼睛果然一直处于不断强化中，或者说在不断的被解除限制。不过现在看来，想要轻松进入山脉区，还是得把这个法阵消除掉。我已经把法阵解除，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西冲山脉区了。什么鬼？别说气息没有变化，就是连手脚都没动一下，就站在原地叮了一下，就把法阵解除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前方边防城距离我们至少还有5公里。走吧。应该没事吧？这就是护法城。是的。护法城跟边防城有什么区别？边防城是用来防守某个区域的边缘位置，而护法城的作用很单一，它只为它所保护的重要城池服务，其他事情完全不管。直白的说，护法城只为保护石谷主城而建立。
一共需要跨过7座护法城才能到石谷主城，这也太奢侈了。一座石谷主城竟然要设立7座护法城来保护，很正常。我听闻某些大族的主区域护法城就有数十座。那我们人族界域的主城呢？设有几座护法城？人族界域没有护法城，我们也不需要护法城。要设立护法城，需要极大的疆域，还要极大的人力物力。目前的人族怕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们红河族难道就有这样的人力物力？我们当然没有这些大族那么强大的人力物力，但我们至少很团结。我们还是想办法通过前方的7座护法城吧。搞定了，法阵我已经解除，我们只要避过那些站岗站兵的眼睛就行。我真的只有炼气期，但你们真的别惹我。看来还是很轻松的。据我所知，护法城一道接一道会慢慢收紧，防卫强度也越来越高。那提袭立即警戒。你反应倒是挺快。要是晚一步，让他成功放出信号，我们前面一直偷偷摸摸的行为就没意义了，必然惊动整片区域。不错，这群巡逻战兵的实力至少是地球上的合体期巅峰，甚至接近大成兵的修士。而那名队长实力必然在渡劫期之上，可陈前安连气息都没有释放太多，弹指间就把这群战兵灭杀了。这就是天级第3境的实力，确实很厉害。走吧，这是第5座护法城，只剩2座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到石谷主城了。我们可以绕边吧？很难，太多巡逻的战兵了。就算成功绕过所有兵力，也得翻过极高的城墙，而城墙上方又设有很多的兵力镇守，所以绕边进入其实跟正面进入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就用老办法，伪装，反正已经到城门前了。能够镇守王尊级主城的战兵，实力跟之前那些城没有可比性。我们毕竟不是暗影族人，很大可能会被发现。被发现就被发现吧，反正都到石谷主城了，那事情闹大，说不定能直接逼出石谷王，倒也省去进城后再找他的麻烦。也是，就按您人说的办。总算混进来了，没想到这里还挺热闹的。几位老兄，不知道刚刚过去的是哪位大佬啊？你是外地来的吧？连贺世子都不知道他是石谷王的子嗣。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准备走吧。恩人，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着这位世子，既然他是石谷王的子嗣，那么我们便很有可能通过他来见到石谷王。就算没法见到石谷王，要是能把贺世子控制住，我们也可以以此作为筹码，逼迫石谷王出现或是完成某些要求。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你怎么看？你想怎么做都行，我没有意见。那就跟着这位贺世子吧。你们可以离去了，我单独返回府中。是。恩人，这种传送法阵应该有专属的标记，只能世子单独驱动。我们现在不跟着上去，恐怕……没事，现在不用上去。我们可以散开了，稍作歇息，待世子殿下出现再集结。原来如此，大道之眼果然厉害，居然能获取整个法阵的运转机制。恩人，我们现在怎么做？别急，我们以隐匿的形态摸到台上，然后传送过去。传送过去，恩人，你有办法驱动这个法阵？混入我的亲卫队，隐身到传送台，并且能够驱动传送台来到我的府中，你们不简单啊！应该已经计划很久了吧？原来早就被发现了啊！早说嘛，我们就不用偷偷摸摸了。3个，不得不说，你们胆子真大，竟敢直接入侵到我们主城。其实我们是来找石谷王的。找我父王，你们有何资格？让我猜猜，你们来自哪个阵营？是天罗王派你们来的，又或者是肥王？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
哦，你有何见解？我们既然能混进这里，你为何会认为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恕我直言，你们3个不就是探子吗？像你们这种寻常的探子，入侵手段确实多样且诡异，但只要被抓到，只是待宰的牲畜罢了。我们抓过太多跟你们一样的探子了。好吧，希望待会你还能露出这副笑容。呵，动手吧。原来是早有准备，恩人，让我来吧。不用。什么？怎么会这样？你给我下来吧！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寻常的探子。睁大眼睛看好了。不可能，我在做梦。到了上位面后，他好像又变强了，他的实力似乎真的没有极限。刚才施展的原始灭魔诀，只不过稍微改良，用自身的真气去点燃在场其他战兵体内的气息，从而将他们瞬间引爆，就能达到这种效果，感觉还不错。怎么样，世子殿下，你有什么感想吗？父王救我，父王救我！动不动就喊爹，你也太无趣了。你再喊一句，我就把你舌头割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他交给你了。是恩人，坐吧，我的大少爷。A few moments later， 恩人，他确实不知道界域跳点所在，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古王目前并不在城内。不在城里，那在哪里？从贺世子的记忆来看，石古王似乎去别的主城参加会议了，已经出发1周，不知何时才会回来。有点麻烦，我们费这么大力气摸到石谷主城，总不能又往别的主城跑吧？现在确实没法确定石古王所在的位置。这石古王有子嗣，那他肯定也有夫人什么的吧？既然石古王不在，那我们就找他的夫人作为石古王的枕边人。如果石古王知道界域跳点所在，他肯定也有所耳闻。方宇，你是想直接摸进石古王的府中？对呀，我们赶了这么远的路，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但如果这么做，恐怕会打草惊蛇，石谷主城发生的事情外传出去，还在外面的石古王会有怎样的举动，都是不确定的。那我们就尽量低调一点，只要事情不传出去就行了。直接侵入王尊的府中，想要低调，似乎有点困难。不，我倒认为可以做到。方才我在贺世子的记忆之中看到了他父亲，也就是石古王所住的位置，其实就跟这位贺世子的家宅差不多。石古王府所在的位置是单独存在一个世外桃源，方圆10公里内都是院子，没有邻居，这样的大宅子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动手时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石古王的大宅碰碰运气。恩人，这个贺世子怎么处理？暂时留着性命吧，之后可能会有用。我真的只有练气期，但你们真的别惹我。天道剑。石古王府位于比较中心的地带，可以说建在一座山上，而石古王府的守卫力量前所未有的强，至少比刚才贺世子府中强大20倍。我们是潜入进去，还是正面攻进去？说实话，选择哪种方式都可以。不过我记得之前学过一种术法，能够同时让多人进入到幻境当中，永世不得脱离。如今来到上位面，似乎可以尝试施展一次，看看效果如何。我们不正面进攻，也不潜入进去。什么意思？不潜入也不进攻，难道要大摇大摆走进去？没错，我们就正常的走进去。这恐怕不太行吧？等着看吧。石古王府就在这片山区的最里面，到了石古王府所在的那座山，就会遇到他的亲兵。住在这种地方上面，比地球上那些摩登大厦视野高多了。恩人，这我们要怎么大摇大摆的进去？别急。搞定。恩人，你这是对他们施展了幻术，走吧，去看看效果。真的就这么畅通无阻的进来了。咳嗽太过小儿科了。还行，效果不错。这是幻术吗？这是把人都变成了死人吧？可看这些战兵呼吸平缓，生命体征全部都正常，这是什么幻术？怎么可能做到把人的感官能力都消除？
恩人，你的手段真是令在下叹为观止。恩人，你真的是从下位面来的吗？跟你比起来，我感觉我才是从下位面上来的。这些术法真是厉害。难道你们上位面没有类似的幻术？反正我是没见识过。以后再聊，先进去吧。自从来到暗影大族后，我发现这里的高位者似乎都很怕死啊！一座石谷主城外面就设有7座护法城，进来之后，大宅旁边还要设上万名清兵作为守卫，太夸张了一点吧？的确如此，这也许跟暗影大族的天性有关。据说他们都很自私，并且只相信自己，因此对于外部的一切，他们防备极严。这里是界域内，要是在界域边缘位置，可能会更加夸张。既然只相信自己，那还留这么多兵在家旁边干什么？呵呵，你这种思维不对。不光在暗影大族，哪怕在人族界域内，在上位者的眼里，那群手下跟牲畜没有区别。正常人会害怕自己养的牲畜谋害自己吗？不会。而被当作牲畜的这些人，也没有这个胆子和能力。那是你的狭隘看法，人族界域内没有这种情况。我很好奇，你是不是很多年没回过人族界域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对于人族的看法还停留在很久远的过去。总之，跟我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伪人族，所以你才会觉得我的看法不正确。算了，若真能返回人族界域，你会很失望的哦。走吧，我找到石谷王的夫人了。她应该就是石谷王的夫人。气息不弱，应该有归一境巅峰到道纲境初期的实力。不管如何，先单独把他从轮诀秘境中放出来吧。来人！反应倒是挺快，但很抱歉，没用。你们究竟是谁？潜入王府想要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弗兰，石谷王的夫人。你们既然闯进来，自然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你倒是挺镇定，表现比你那儿子好多了。你还动了他，不管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谈，但如果你们伤害了我或是我的子嗣，待王尊回来，你们不仅一无所获，并且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你还反过来威胁我们，胆子倒是挺大。你们想要什么？告诉我界域跳点的位置。界域跳点，这属于大族机密，我不可能知道。你不知道，石谷王总该知道吧？王尊应该也不知道，这是机密，我们等级不够。恩人，让我来问他吧，他应该没说实话。你们想做什么？我说过，我要是受伤了。他确实也不知道界域跳点的所在，至于石谷王也很可能不知道。什么等级才能问到？王尊等级不够，恐怕就要接触天王级别的存在了。天王级别？你确定？招惹这种级别的存在，我们还能安然离开吗？天王级别大概在什么境界？王尊有接近天级第3境、第4境的实力，那么天王有可能就到雾化境了。雾化境强者那是真的不好招惹啊。如果一定要接触雾化境强者才能回到人族界域，那不好招惹也得招惹。也不用这么极端，我认为石谷王还是有一定几率知道界域跳点所在。问题是石谷王现在也不在这里。根据弗兰的记忆，他应该会在这2天回来。恩人，我们就暂且在这石谷王府等待2天吧。石谷王应该很快就回来。行，我不想留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暗影大族的一座王尊级主城内，我想在石谷主城内转一转。你以为我们是来旅行散心的？我们现在是在想办法返回人族界域。我知道，但这里有你们2个已经足够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让我出去熟悉主城的情况，之后石谷王回来，出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多点选择。我看你是想要临阵脱逃吧？我的身上还有方宇留下的印记，他随时可以杀了我。你觉得我会在这种情况下临阵脱逃吗？行，既然你想去熟悉主城，那就去吧。这里确实用不到这么多人。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若主城内有任何异动，我会立即通知你们。可以。恩人，这家伙在这种时候离开，我感觉不太对劲。这些伪人族表面上看起来跟人族无异，实际上心中却对人族拥有极大的恶意。这家伙这时候离开，要么是害怕石谷王或是之后的天王级强者，要么就是跑去通风报信。没这么夸张吧？他身上确实有我留下的印记，他真这么做，我杀他只需要1秒。恩人，你从下位面来，也许不太了解上位面，尤其是大天辰星的情况。总之，这些伪人族一定不能相信，他们的屁股本就坐在那些敌视人族的大族那边，而暗影大族恰恰是对人族恶意最大的大族之一。天机道人之前想要窃取地球元晶才降临地球，如今元晶与我融为一体，而在上位面，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他。看来要么得杀了他，要么就清除掉他的相关记忆，否则必然引起后患。恩人，你倒也不必太过在意，目前是古王的妻儿都在我们手里，无论他要做什么，都得先顾虑这一层。
我有一个疑惑，你说暗影大族是最痛恨人族的大族之一，可我看他们这些暗影族人其实跟人族没太大区别，身体机制、修炼气息以及思维方式基本都与人族相差无几，这是为什么？在大天辰星之上，人族是一切族群的起源，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出了各种情况，人族逐渐被分化，而现在的人族界域就是人族最后的正统。人族的辉煌都是过去式了，现在的人族一言难尽，带你回到人族界域，你自然会明白。你们两个是人族？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暴露人族的身份，得把他的记忆清除掉。就按你说的办，我到外面走一走。师傅他们会在哪里？也不知道上位面和下位面的时间是否一致。对了，之前以为飞升之后寿元便是无尽，人便能长生不死，可现在看来飞升之后仍然还在修炼的路上，但是渡劫之上的境界又太过模糊了。主人，关于这些境界，我可以给你详细讲解一番。哦，那就说吧，我正好奇呢。我就从渡劫期之上的归一境开始讲起。归一境是为万法归一，即是能够把掌握的各种法则融为一体，随意施展和运用。在这个境界，修士对于法则的掌控会提升一个很大的台阶，这也是上位面与下位面修士的根本差距。道罡境在这一境界后，真气提炼成灵气，能够直接吸收、直接施展，道法成钢，依附于身体表层。主人如果能与真正的道罡境修士交手，就会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身体表层出现一层罡气，用以防护吗？差不多，在这一境界，每一名修士的肉身承受能力都会得到极大的加强，而天级四境较为复杂，每一境界都有细致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修士都会修炼出天地法相，这是由本源所化成。每一个天级境修士的天地法相都是独立存在的，各有不同。天地法相听起来挺厉害啊，可惜我没法修炼出来。主人，你已经有天地法相了。啊，在哪里？大道灵体就是你的天地法相，只不过你暂时还没让它显象罢了。可你说天地法相是根据本源所化，而我的大道灵体却是别人送给我，这是什么情况？凡事皆有例外，主人你就是例外。那天级四境之后就是物化境，到达此境界者已然顿悟修炼之道，寿命可达万年。到达物化境巅峰者，可练出自己的极域，类似于领域的东西，用言语很难形容。日后若你有机会遇到物化境巅峰的修士，便能知道这是何物。脱凡境，顾名思义，到此境界便开始脱离一切凡俗，即将登仙门。脱凡境的修士会将体内的一切化繁为简，进行最后的融合。之前修炼出来的天地法相、一物还有道罡三者将彻底融为一体，赋予本身。脱凡境巅峰的修士基本上已成不死不灭之身，除登仙境以上的存在，无人可灭杀他们。这么厉害啊！那登仙境呢？这是我最好奇的境界。登仙境分为6步登仙。第一步，洞天，将自身的修为凝练成一个个洞天，也可称之为元丹。第二步，知行，到这一步便能窥测天机，算测他人的未来和自身的过往。第三步，创造，由自身领悟的法则来创造新物质，又或者创造自属法则。第四步，时光，到此境界便拥有掌控时间法则的力量。第五步，混沌，在这一步便能将自身的气息炼化成混沌仙气，吞吐如云。第六步，真仙，到这一步便成为真正的仙人，掌控仙法。要到登仙境第6步才算是真仙。是的。可你刚才说脱凡境之后就不算凡人了，可又要到登仙境第6步才能成为真仙，那在非凡人又不还没成真仙的这个阶段称为什么？假仙，或者称之为半仙。所以把登仙境之上的仙人视为仙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并非真仙罢了。那么登仙境之上又有什么境界？登仙境之上的境界就得主人你自行了解了，我所了解的到登仙境第6步为止。之前一直认为从地球飞升上去的修士便已成大道，就算来到上位面也是人上人。如果知道上来连小兵都不如，还不如留在地球继续当所谓的大能。俗话有言，宁当鸡头不做凤尾。你不就是这样吗？当鸡头的体验如何？你应该深有体会吧，毕竟待在地球几千年了。确实挺无聊的。那不就对了，踏上修炼一途，若不想着攀升，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你倒挺正能量的。搞定了。我改造了他的记忆，他现在只会把我们当成穷凶极恶的歹徒。那就行了，等石骨王回来吧。恩人，回去人族界域之后，你要做什么？找人。找人？找谁？你可以把名字说出来，如果我认识的话。道天、道尘、林霸天，你有认识的吗？抱歉，3个名字对我而言都很陌生。那就没办法了。你知不知道从下位面飞升上来的人一般会被传送到哪里？
这点我倒是有所了解，至少我认识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下位面传送而来的，只不过都是很早之前认识的。最近1000年，似乎没怎么遇到过从下位面飞升而来的人了。你认识的那些从下位面飞升而来的人，他们是直接落到大天神星的人族界域内吗？是的，如果像我们一样落到其他大族界域内，以刚飞升的那些修士的修为，很可能就再也没法回到人族界域了。不过，我觉得从下位面飞升上来的那些修士的落点，应该是随机分配的。的确如此，希望怀虚飞升之后不会遭遇这种情况吧。话说回来，本人我还是很疑惑，以你的实力，怎么会到今时今日才飞升到上位面？这不符合规律啊！凡事都有例外，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啊，自古以来，顶尖强者确实都与众不同。本人我先回去看看。好奇怪，之前离开地球的时候，似乎有某个重要的人消失了，可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个人到底是谁，就像一场梦境一样，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电气7小科普：地球元晶相当于地球的核心，一旦被摧毁，地球上的大片山河、天地间的灵气、世间的一切生灵都将归于虚无，人族灭亡。目前已自主融入方宇体内，我真的只有炼气7，但你们真的别惹我。恭迎王尊。今日无异常吧？没有。看来他们很快要接近这里了，要把轮诀秘境的范围扩大，否则那些战兵的异常很快就会被看出来。不过不知道对一名天级境的强者使用轮诀秘境会不会被发现，要是被发现，那就直接开战，一了百了。中了轮诀秘境，应该发现不了我吧？只是进去之后再把他单独揪出来，还是现在就动手？竟敢潜入我府中，还用障眼法蒙蔽我的万千亲兵，你胆子很大。果然，范围太大，轮诀秘境的效果就没这么好了。我没有事找你谈谈。谈个屁！你们今天谁也没法离开这里，我会把你们的皮剥开，骨骼抽出来，制成一张桌子。石骨王，我得先告诉你，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我们手中，你要是不配合我们，我们就把你妻儿一同杀了。你以为我会受你们威胁？谁都无法威胁我。垃圾！王尊。你们进府内找到腐兰，这里我一人足以应付。是。本王倒也很久没遇过像你们这般找死的家伙。这就是他的护体道纲吗？你就不顾你妻儿的安危吗？你对我动手，他们的性命可就不保了。我说过了，我不会被任何人威胁。那就陪你玩一玩吧。嚯！你要动我，最好用尽全力，否则待会你可能就没有施展全力的机会了。激怒我，你只会死得更惨。今日你必死，山崩。这家伙生气之后真是不顾一切啊，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今日血仇，今日报。法相至尊，法王。这就是得罪我石骨王的下场。我向来不喜欢欠别人东西，所以这一拳还给你。怎么样，石骨王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王尊遇其全体警戒，将此歹徒拿下。还真是一定要打，那就别怪我了，尝尝这一招吧，极寒降临。搞定。你来自何方阵营？
我没有来自何方阵营，我都说了，我找你只是为了问你一件事，我们本没必要动手。你可以不说，但我很快会知道你的身份。法相重聚，所以九阳之火。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而且还放火烧自己，这是什么操作？我的最强杀气，用自身灵气凝练而成的九阳之火，居然对他无法造成伤害。他是谁？到底是谁？到底是哪方势力会派出这种等级的强者来对付你？战斗的时候最好专注一点，在胜负未分之前，因为其他事情而走神，那是大忌。那我就慢慢把你打残。本来我真不想动手，但你非要逼我，我也没办法。这是恩人，这些亲兵想要救出弗兰，实在聒噪，我就把他们全宰了。弗兰呢？在这里。不愧是恩人，如此轻松就拿下了一名王尊级的强者。还好吧，你能在短时间内杀死这么多归一境甚至到刚境的精锐战兵，也挺厉害。这些小兵小卒算不得什么，虽然我远不如恩人你，但怎么说也有天极境的修为。恩人，让我来审审这是古王吧。怎么样？他的记忆中没有借与跳点的具体位置，但是与借与跳点有关的记忆还是有的，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他所知道的借与跳点所在的位置，与暗影大族西部借与的暗影圣殿有关。暗影圣殿又是什么？根据石古王的记忆，他对暗影圣殿这个地方拥有无限的向往和敬畏。在记忆之中，他们这些上位者定期要前往此地朝拜。而在石古王的记忆之中，借与跳点所在的具体位置就与暗影圣殿相互关联。那这个暗影圣殿位于何处？由石古王的记忆来看，暗影圣殿一共有5座，分别位于暗影大族界域内的5大区域，而距离我们最近的暗影圣殿就是暗影大族西部界域的暗影圣殿。知道具体的路线吗？我想应该没问题，因为石古王的记忆之中就有他前去朝拜的记忆，路线我都记下来了。那就行，走吧，去暗影圣殿。恩人，我们真的要去吗？不然还能去哪？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吧？好。恩人，你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让这么多战兵静止不动？没什么，就是一些简单的手段。但只是这样还不够。恩人，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收拾残局。一下杀了这么多人，动静是不是有点大了？相反，恩人，我就是为了尽可能让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传出去，或者说慢一点传出去，才选择把他们全宰了。只有死人才不会发出求救声。我看你对暗影大族仇恨挺深啊。这是必然的。恩人，你也许还不太清楚暗影大族是如何看待、如何对待我们人族的。总之，暗影大族是我们的死敌，杀一个是一个。走吧，出城找天机老头，然后出发前往暗影圣殿。这是什么？应该是不错的法器，只不过有点残破罢了，回去修复一下，说不定能让它恢复原先的功能。我们在正面与石古王交战，你却来古董店买这些玩意儿。我说了，我到外面是为了熟悉主城的情况，以便不时之需。好了，准备出城，前往暗影圣殿吧。去暗影圣殿？你确定吗？这是找死！你对暗影圣殿有了解？了解不多，但我知道这是暗影大族的禁忌之地，一般的暗影族人一生都没有机会到暗影圣殿进行朝拜，只有像石古王之类的高位者才有机会进入暗影圣殿。我们3人如今的伪装确实足以骗过大多数暗影族人，但我们毕竟是人族，若真闯入暗影圣殿，100%被发现。3个人族闯入的暗影圣殿会引发多么可怕的后果，无法想象。说白了，你就是怕死。难道你不怕死？谁不想活下去？我当然也怕死，但风险也伴随着收益。如果冒这个风险，能有很大几率让我返回人族界域，我肯定愿意这么做。返回人族界域跟前往暗影圣殿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石古王身上打听到，界域跳点与暗影圣殿有关联，想要找到界域跳点的具体位置，就得去暗影圣殿。你确定吗？去了暗影圣殿就能知道界域跳点的位置？我当然不确定，但这是石古王的记忆所透露的信息。我们现在不就是磨石头过河吗？哪有什么确定的信息，只能做尝试。
我们前往暗影圣殿，一旦被发现，后果很可能是引来整个暗影大族的怒火。届时莫说王尊级，就是天王级，甚至更高等级的强者都可能出动。你确定要冒这个风险吗？我们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吧？再说了，要是成功问出界域跳点的位置，我们很快就能离开暗影大族，不一定非要跟他们打个你死我活。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以你的实力，你就算不敌也可以轻易逃脱，但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喂，老头，你的意思是想跟我们分道扬镳吗？不，我当然没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请求给我一次求生的机会。到了暗影圣殿，我不想进入其中。你倒是想得挺美。如果我们问出了界域套点，你可以跟着一起走；要是我们被发现，你又可以置身事外，独自逃脱，所有好事都被你占完了。我的境界没有你们两人高，我只是希望活下去罢了。行，真找到暗影圣殿，你可以选择不进入其中。多谢。走吧，去暗影圣殿，你带路。好。往这个方向再飞半天左右，我们就离开了石鼓王掌管的区域。以我们现在这个速度，到暗影圣殿大概要多长时间？应该不用一天。这座暗影圣殿毕竟就建在暗影大族的西部界域内。好。这里距离暗影圣殿已经很近了，保险起见，我们要把速度降下来。另外，隐匿身形和气息，再往前一段距离，我们就要进入暗影圣殿的范围，也许还会遭遇所谓的洗礼。洗礼？根据石鼓王的记忆，就是一道来自于圣殿的法能，会扫过所有接近圣殿的人的身躯。石鼓王将其称之为洗礼。所以，我们作为人族，要是被洗礼的话，是不是就会被发现了？你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掌握了一门熔炼术。这是我用几具暗影族人的尸体制成的血丸，把这2颗血丸融到体表，就能最大程度的伪装出暗影族人的一切特征。我觉得应该能以此通过圣殿的洗礼。这可是暗影圣殿，你确定你的小伎俩能成功？反正不用你跟进去，你就好好在外面看着吧。恩人，给。原来是这样，使用暗影族人的血肉熔炼而成的，看着气息确实有些许不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出来，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要从大道往里面走，这里好像看不到其他人啊。今日不是朝拜日，当然没人。原来是这样，那走吧。恩人，我们先在这里等暗影圣殿的洗礼，洗礼过后才能见到暗影圣殿。对了，不是说只有高位者才能来圣殿朝拜吗？那我们伪装成普通暗影族人的气息，应该也不能。那2颗血丸是用石鼓王和弗兰的血肉制成的，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哦，你是什么时候做的？就在你离开石鼓王府之后，我用熔炼术熔炼血丸，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从看到石鼓王的记忆开始，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行吧，那就在这里等着吧。A few moments later. 你确定这里就是圣殿？这块空白石碑是什么意思？不管看不看得懂，好歹写几个字上去吧。恩人，你看到的是空白石碑。对啊，难道你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不同？对，我没看到你所说的空白石碑，我看到了一个人，有一个人就站在上面，正盯着我们。看来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但这里面有什么含义？这么奇怪，难道上面那个人是假的？这里是……奇怪，刚才我和陈前安似乎处在2个不同的世界之中。我看到了空白石碑，而陈前安却看到了人，我还被传送到这里。陈前安那边似乎没啥事。是你把我拽下来的，有事快说，不然我走了。好吧，那我就一把火把你烧了，让你入土为安。你的身上有我想要的一切。你是谁？进入我的识海，想要做什么？我是暗影族的祖上，暗影族半圣，我要你的身体。你这人真不礼貌，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进入我的识海，还敢在这里动手？你无法阻止我所做的一切。够了，停下！如果这么轻易就能杀死我，我早该死了。怎么可能？我不管你是什么暗影族祖上，什么半圣，都给我滚出识海！一个人族胆敢闯入我族圣殿，还敢对我动手，罪已至死。
你以为这就能困住我？暗影族祖上是吧？打的就是你。大灭绝，大灭绝，那试试我的霸天掌。该死的人族修士！今日我不仅要取你肉身，还要让你受尽折磨。你哪来的自信？这里又是哪里？应该就是所谓的圣殿内部吧。这么快就打起来了吗？看来是时候进去了。怎么办呢？虽然动用金是可以快速回到红河族界域，但是不能带他们回去啊。方玉不用说，只说陈乾安这个人就非常危险，对伪人族的厌恶到极点。如果回去，那不就是灾难吗？而且方玉似乎还一直惦记着真正的生死簿，我该如何选择？靠！你就试试我的至高神掌吧。我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凝聚到50环，你就完蛋了。不开玩笑，我这一掌能把你连带着圣殿，还有下面那个什么狗屁半圣和他的棺材一同轰灭。你运气不错，还没到50环，也就43环罢了。希望你能扛住。看来还是没有扛住呀，太菜了。这棺材还真是法器。人族小儿，你彻底激怒了我，今日我一定要你成为祭品。暗影族半圣，半圣是你自己的封号吧？你具体在什么境界？你果然没有肉身，怪不得想占据我的肉身。诛灭神魂。这是什么术法？原来如此，通过捕捉我身体的魂灵之力，从而临摹出一道神魂。由于窃取了一定的本源之力，便能牵扯回本尊的肉身，所以之后只要攻击这道神魂，同样能对本尊造成相应的伤害。说白了，这就是一门摄魂术，只不过改良过，而且方式另辟蹊径，但作用实际上就是一般的进攻型摄魂术的作用。这招对我可没用。呵呵，有没有用，你很快会知道。给我爆！我都说了对我没用，你非要浪费时间。这不可能。为何会对他没用？这门术法算是我自创的，能够杀人于无形，能临摹出神魂，却没法造成实在的伤害。这种情况之前从未出现过。你不行，也许我可以，让我试一试吧。成功了。怎么可能？难道？太棒了！这大道之眼的新能力，复制术法太好用了。要是早拥有这个能力，当年我也不用跟林霸天去偷那么多的秘籍了。你到底是谁？我叫东小强。我问的是你来自何处？作为人族，你为何能来到圣殿这种地方？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是飞过来的。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那就该我问了。你知不知道界域跳点在哪？你要是告诉我位置，我就不再对你出手，并且立即离开暗影大族。但你要是不愿意说，那我就把你杀了，再把你的圣殿给毁了。你以为我会受你区区一个人族威胁？那群家伙，我一定会问责他们，竟然出现如此大的疏忽，放一个人族进入圣殿。浪费时间。他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坐镇暗影圣殿这么多年，何曾遭遇过这种程度的打击？我再问你一次，你最好主动回答我的问题。界域跳点位于何处？我不知道界域跳点位于何处。那你告诉我，我能在谁那里知道界域跳点的具体位置？我告诉你，谁知道界域跳点的位置？你要放过我。我什么都还没问到，你怎么就出手把他杀了？他不会说，他只是想利用这个时机，把圣殿遭受袭击的事情传出去。如果真让他成功了，我们接下来在暗影大族就寸步难行了。
不至于吧？就算传出去，那些人要赶过来也需要时间，我们早就走了。再说了，就这样把半圣杀了，我们岂不是白来一趟？是我欠考虑了，我就是怕他把消息……你刚才去哪了？我被传送到圣殿内部，然后进入了一个奇怪的迷宫。我还没从迷宫走出来，就感受到恩人你和这个所谓半圣的气息，然后迷宫内的法阵忽然崩溃，我就从里面跑出来了。好吧，看来我们确实是白跑一趟了。既然如此，恩人，我们去找天王吧。王尊不知道，天王肯定知道界域跳点所在。天王不好找吧？你知道天王在哪？在石鼓王的记忆中有关于天王的记忆，坐镇暗影大族西部上区的天王星照天王，他所在城域距离我们不远，但问题是暗影大族的天王修为很可能已经超出天级第4境，到达雾化境，这种等级的对手我们未必能敌。敌倒是能敌，但是你能确保在天王口中就能问到界域跳点的位置吗？石鼓王的记忆中倒是没有确定天王就知道界域跳点所在，那就先考虑考虑吧，我可不想再白跑一趟。陈乾安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秘密，之前没有挑明了说，但今天陈乾安的行为更加异常了，还是得敲打敲打他。至于此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算了，现在的首要目标还是放在界域跳点之上。还差一点。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此地，暗影圣殿被毁，说不定会引来天王级别以上的强者。别一惊一乍的，难道你觉得我不是天王的对手？你当然可以战胜天王，可我陈乾安呢？他还在后面。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不能让陈乾安知道。就是我有办法带你迅速回到红河族界域，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不对三通玄门内的任何人动手。原来你一直就有办法快速返回红河族界域啊，为何不早说？我的确隐瞒了你，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我作为弱者，有太多需要顾虑的事情。如今我主动把这件事说出来，同样是无奈之举。无论你要提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早点提，为何还要浪费这几天的时间？难道不能直接回到人族界域？不行，这块传送石的目标点只能是三通玄门的传送法阵内。放心，只要回到红河族界域，我一定能找到让你迅速回到人族界域的办法。这样啊，你要我不对你们三通玄门动手，可以，但前提是你们三通玄门里面的人不要招惹我。他们绝对不会，你应该不会为了生死不。我说了不动手，就一定不会动手。再说了，既然这件事你已经说出来，那你现在只能选择相信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这件事不能告诉陈乾安。恩人，我们现在去哪里？你刚才不是说要去找星照天王？绝对不行！你们这样一级往上招惹，迟早挑动整个暗影大族的怒火。到时候就算问到界域跳点在何处又如何？根本没机会使用它。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提出来。这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就只能选择冒险。找不到界域跳点，我们要如何回到人族界域？其实我很好奇，难道大天辰星上没有传送石之类的东西吗？这东西在下位面都很常见啊。恩人，传送石这种东西在大天辰星确实比较稀罕，大族之间的移动一般都要通过界域跳点。就算我们真能从暗影大族的某人手中得到传送石，也大概率没法传送回到人族界域那么远的位置。这样啊，那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弄那个什么星照天王了。既然如此，我们即刻启程去往星照天王所在的王城吧。石鼓王的记忆中有完整的路线。先别急，最近赶路赶得有点累了，我想休息片刻。你别以为我开玩笑，我之前说过，我只有炼气期，并未屁股，还需睡觉，跟你们天级境可没法比。没问题，那我们就到附近一个城内休息一会吧。洛城战兵集结完毕，立即出发。什么情况？他们往北方而去，那个位置只有暗影圣殿。哦，那个半圣死得很及时，应该没有把消息传出去才对。我们先进城看看情况吧。你到城里转一转，打听一下消息，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的，恩人。这个陈乾安居心不良。我们接着聊回红河族界域那件事，你可以先说说你对陈乾安这个人的看法。你肯定应该感觉到了，陈乾安一直在引导你杀人，从一开始的王尊到暗影圣殿，再到现在的天王。自从来到暗影大族界域后，绝大多数信息都由陈乾安提供，包括他从鹤世子、弗兰、石鼓王那里得到的记忆，都只有他一人掌握，所以他一直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你觉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应该很明显吧？你把他从死轮星救出来，让他看到了你的实力，所以他便想要借你的手来除掉暗影大族的这些高位者。他现在已经在引导你去杀天王了。一旦你真的这么做了，等待你的便是整个暗影大族的怒火。到时候就是知道界域跳点所在，你也没法通过他来离开这里，你只能先把暗影大族的所有麻烦解决掉，才能返回人族界域。这就是陈前安的最终目的。那你觉得他为何会对暗影大族有这么深的仇恨呢？原因不好说，但他这种做法显然就是在利用你，把你当成杀人的刀，利用你解决暗影大族的强者，同时也把巨大的风险转嫁到你身上，他却能置身事外。所以你不愿意让他一同返回红河族？他是被锁进死轮星的6级囚犯，放在任何地方都算是极其危险的人物，很难想象他做过什么事，而且他确实也对我暴露过杀意，所以我不想带他回到红河族。那我们就把他留在这里。这么做有何问题？你救了他的命，他却利用你来杀人，这是恩将仇报，你没动手把他杀了，已是极大的仁慈。我们现在就走吧。也不用太着急，既然决定要走了，那就聊一聊吧，进来吧。我这么一走，你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你不会因此怨恨我吧？你是我的恩人，我当然不会怨恨你。这么说来，天机道人的说法你完全承认？就算他不说，你恐怕也慢慢猜到我的意图了吧？没错，我承认，我的确想要借你的手来除掉暗影大族的各个强者。这就是你报答恩情的方式？确实有风险，但你要是灭光暗影大族的强者，实际上也是在为人族做贡献，而且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有这样的想法，大可以一开始就说出来，我不喜欢被人欺骗。恩人，我知道我欺骗了你，可这老头同样不能相信，他手里有传送石，却一直没有说出来。要说居心，他的居心更加叵测吧。恩人，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也绝不要相信这个老头。把他手中的传送石夺走，你一人返回红河族便可。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置。完了！如果方宇真的选择相信陈前安，这两人强行夺走我手中的传送石，那一切就完了。方宇，你不能相信。你不想走？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先把这个老头宰了，之后继续想办法除掉其他的暗影族强者。那就不好意思了，这个老头在下位面就已落到我的手中，我对他的了解是肯定胜于你的。在这件事上，我选择相信他，毕竟你连为何成为6级囚犯都不愿意说。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恩人，你现在就可以动手取走我的性命，这是我欠你的。你毕竟也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损失，所以我不会取走你的性命，但作为惩罚，你就自己留在这里吧。你给我引来的麻烦，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可惜只取到1件圣器，还是太着急了点。本可以借他之手，慢慢把4件圣器都拿到手。我的失误并不大，如果没有那个老头，我的计划不会过快暴露。你有传送石，难道我没有？破坏我的计划必须付出代价。他来了！就在刚刚，方宇、方老魔，一个炼气期5000年的家伙，融入了地球元晶，成功的把地球切了。搞错了，再来。成功的利用地球元晶击退了圣元意志和位面法则，利用某些特殊手段偷渡到了上位。这里就是3通玄门嘛，环境不错，很适合修炼。我们只是7级仙门，算不上什么。说起你们的等级，我觉得很奇怪，不是到了登仙境才能称为仙人吗？难道你们3通玄门里面有仙人？没有，这是沿用界域的评级制度。仙门的意思并非里面都是仙人，只是修仙宗门的简称罢了。原来如此，带我逛一逛你的宗门吧，顺便见见你的门主，让他把生死簿拿出来让我看一下。方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不可能回到这里。我很感谢你，但是生死簿不行，门主不会答应的。我就是开个玩笑，不用这么认真。既然你不想让你门主见到我，那就赶紧带我回人族界域吧。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刚回到这里，还需要跟门主报备一下。我先送你到山下的镇子，待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马上去找你，然后想办法送你回人族界域。可以。二长老，是二长老吗？是我，小希儿，你都长这么大了。二长老，你终于回来了，大家都好想你啊！这位大哥哥是您新收的徒弟吗？当然不是，他叫方宇，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要送他到西陵镇上。这就要走了啊？不如让我送这位哥哥去镇上吧。二长老，我认识路呀。
这样确实节省时间。你现在就去找你的门主报告吧。好吧，小希儿，你去吧，注意安全。好，方哥哥，你跟我走吧。好。辛苦了，二长老，你到下位面都看到了什么？原来元晶已经被那种级别的存在盯上了，但从侧面来说，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元晶果然就是人族辉煌的原因，否则那些等级的存在也不会费尽周折，甚至留下意志降临地球，都想要毁掉元晶。确实可以这么认为，但人族现在还是在走下坡路，辉煌已成过去，我们也没必要再去想地球元晶了，那不是我们可以触碰的存在，这样未免太浪费。有何浪费？浪费先机，我们掌握的消息极具价值。之前让那些大族派人降位面去到地球寻找元晶，他们都不愿意。可现在元晶已融入方宇体内，只要解决掉方宇，下位面的地球也要被毁掉，就代表着人族祖星被灭。那些仇恨人族的大族必然想要得到这样的机会，而目前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门主，元晶确实已经在方宇的体内，但我也提到了方宇对抗圣愿意志和位面法则的场面，你不能无视这些，就算能获得再大的利益，也不能得罪此人。你现在的想法就是要把三通玄门往万丈深渊里推，我坚决反对。二长老，我也就是随意说一说，并没有就要这么做。既然你坚决反对，那这件事暂且不提。登阳现在说不提，实际上心中肯定还在策划着。门主，我得先行退去了。你是要去找方宇吗？对。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与他见一面。我也想看看你口中的这位能够击退位面法则的神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做，就是认识一下。嗨，又见面了。他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前安。你怎么过来的？为何非要毁了我的计划呢？我本不想这么浪费一颗传送。移袭，全员戒备。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要杀了你！你不得好死！我这叫以牙还牙，谁敢让我遭受损失，就必须承受我的报复。你有传送时，大可以自行离开，为何非要告诉方宇呢？你杀了我，方宇迟早会找到你。他找我干什么？我这是在报恩啊！你这老头把那么重要的秘密告知他人，我现在把你们杀了，是在帮恩人灭口啊！恩人要是知道，还得感谢我。你，帮你灭口之后，方宇，我们恩怨就两清了。对了，还能顺手取走生死簿，此行倒是收获不小。没想到这里还挺热闹的。不对，天机道人身上的那道魂印消散了，我的那道魂印很难被消除的，难道出事了？小希儿，我们得回去三通玄门了。啊，为什么啊？二长老不是说待会就来？有点急事，我带你一起回去吧。你之前应该御气飞行过吧？二长老带我飞过。哥哥，你飞太快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变成这样了？陈前安，恩人，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为何要这么做？为了还你的恩情啊！这老头知道你身上极为重大的秘密，还把秘密告知了他的门主，所以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我就把他宗门里的所有人都灭口了。恩人，我帮你灭口，算是还了你救我离开死轮星的恩情了。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称呼你为恩人。你如果真把这种行为当作报恩，那我很快也会找你报恩，你再把自己逼上死路。你怎么就这么相信那个伪人族的老头呢？我才是好人啊！你不是人族。我之前扮演出来的那个痛恨伪人族和暗野大族的人族热血修士的形象如何？应该把你骗到了吧？被我骗了也没多丢脸，毕竟这是我的老本行。看来你就是因为骗的人太多，才被送去死轮星的吧？怪不得。我不会再出现失误，再也没有人能把我送到死轮星。但有人能把你宰了，除非你能躲我一辈子。说真的，我挺害怕的。你确实强的夸张，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秘密现在被我掌握在手中。只要我想，随时可以把这个秘密抖出去，等待你就是举世皆敌。放心，在没有合适的利益交换点之前，我不会透露这个秘密。对了，这个破宗门竟然还只有生死簿，我顺手把它取走了。搞不懂，你既然先来到，为什么不把生死簿拿走呢？这么说来，我运气还真是不错。
很好，往后时间还很长，我一定会找到你的，让你付出最惨重的代价。